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故事精彩的话，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让无数人泪目的爱情故事，讲述一个武汉医学世家的骄傲女儿和一个来自台湾的普通男孩的跨地域爱情传奇。林诗雨这个武汉医学世家的掌上明珠，从小就生活在父母的呵护之下。他的父亲林教授是武汉最知名的肿瘤科专家，母亲是同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家里不仅门第显赫，更是恩爱夫妻的模范。哎呀，这个丫头从小就娇生惯养，林教授常常感慨，从小学到医学院，样样都是第一。林诗雨不负众望，22岁就以全国 TOP10 的成绩考入武汉最好的3甲医院，成为肿瘤科的一名年轻医生。漂亮、优秀、有背景，这是林诗雨的标签，但她的内心其实特别单纯。每天忙碌于病房之间，她内心其实很空虚。年轻的她渴望真正的爱情，而不是用成绩和地位定义的人生。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那年冬天，一个意外的机会，她遇到了来自台湾的阿杰。第一次见面，阿杰给林诗雨的第一印象并不算特别好。穿着朴素的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当时的林诗雨甚至没有正眼看他。阿姐，我听说贵婚介所最近有个非常优秀的医生小姐。阿杰有些拘谨地对丽姐说。丽姐看了看这个看起来朴实的男孩，心里已经有了数。这种看似平凡的男生，往往内心最单纯，最值得托付。阿杰的出现就像一阵微风，悄无声息地吹进了林诗雨的生活。他来自台湾嘉义的一个小镇，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很早就离世，靠母亲含辛茹苦的拉扯大。我们家以前日子过得很紧巴巴。阿杰后来跟林诗雨聊天时坦诚地说，妈妈一个人当爹又当娘，还要操心我的学业，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奖学金，好不容易读完了大学，毕业后在台北一家中小型科技公司做销售。那个小公寓是他花了7、8年积蓄，还上了大半辈子的房贷才买到的。第一次见面，林诗雨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精致的五官透着一股子医学世家的端庄。阿杰站在他面前，显得有些局促。丽姐细心地观察着两个人的互动，喝杯咖啡怎么样？阿杰鼓起勇气邀请道。林诗雨打量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些许犹豫。他习惯了身边追求者都是事业有成、家境显赫的精英，像阿杰这样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男生还真是头一遭。但阿杰身上有一种朴实的魅力，他说话诚恳，眼神干净，举止虽然有些拘谨，但内里透着一股子坚韧的劲头。好啊，林诗雨轻声回应，就去附近的咖啡馆吧，一杯拿铁，一杯美式。阿杰小心翼翼地给林诗雨添糖，动作温柔的像是在照顾一件易碎的瓷器。你为什么想来相亲？林诗雨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阿杰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我想找一个可以一起慢慢变老的人。这句话让林诗雨的心里泛起一丝涟漪。这看似平淡的一句话，却透着朴实的浪漫和对未来的憧憬。与他过去见过的那些花哨的男生截然不同。阿杰的回答如此真，丽姐在一旁微笑。她见多了各种相亲对象，深知真心最珍贵。阿杰身上那种不是张扬的踏实劲儿，或许就是林诗雨一直在寻找的。接下来的几次见面，让林诗雨对阿杰的印象逐渐改变。阿杰每次都会提前准备一些小惊喜。有一次，他知道林诗雨最近工作压力很大，特意买了武汉的热干面和他最喜欢的樱桃巧克力。听说你们医生工作特别累，就想给你补充点能量，他腼腆地说。林诗雨的父母依然保持高度警惕，作为医学世家的掌上明珠，他们怎能允许女儿随意接触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诗雨，这个阿杰到底什么来路？林教授严肃地问女儿。他的家庭背景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林诗雨的妈妈更直接，现在的男孩子花样可多了，谁知道他是不是别有所图？然而阿杰用行动一次次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他每次见林诗雨父母都会带些礼物，不是名贵奢侈品，而是极具心意的小物件，比如为林教授买了最新版的医学杂志，为他母亲准备了一些进口的养生茶。
阿杰，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林教授装作不经意地说。伯父，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阿杰彬彬有礼地回应。渐渐的，林教授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礼貌，还特别上进。阿杰虽然工作不算顶级，但每天都在努力学习和进步。他还报名了不少在职进修课程，希望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开拓更广阔的空间。林诗雨也渐渐了解阿杰的过去。他从小就懂事，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高中时就开始做家教。大学期间，他几乎没有多少娱乐时间，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和兼职上。我妈总说，机会是靠自己争取的。阿杰笑着说，所以我从不抱怨，只管往前走。这份坚韧深深地触动了林诗雨。他意识到，真正的优秀不仅仅是出身和学历，更在于面对生活的态度。阿杰的性格像一杯清淡的茶，没有华丽的包装，但深入品尝却能品出沁人心脾的温暖。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接触中，林诗雨慢慢卸下了心中的防备。阿杰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踏实、诚恳和真诚。丽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嘴角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微笑。这样纯粹的感情是最珍贵的。林诗雨和阿杰的感情在一点一滴中悄然升温，他们开始频繁的交流，话题从工作慢慢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阿杰最打动林诗雨的是他对家人的孝顺，每个月他都会固定汇一笔钱给在台湾的母亲，虽然金额不多，但胜在坚持。妈妈一个人不容易，他总是说。林诗雨的父母开始注意到女儿的变化，平时严肃的林教授也渐渐对阿杰的态度缓和了许多。他开始仔细打听阿杰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甚至主动和阿杰聊天。听说你们公司最近在做什么项目？林教授会随意问道。阿杰总是诚恳地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丝毫不显得谄媚。他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让林教授刮目相看。一次偶然的机会，林教授通过一个医学同事了解到阿杰的为人。那位同事恰好认识阿杰的一位朋友，对阿杰的评价很高。这小伙子踏实肯干，而且特别有上进心。这个意外的信息彻底打消了林教授对阿杰的最后顾虑。林诗雨的妈妈也开始改变态度，她发现女儿和阿杰在一起时特别放松，眼神里充满了安心和幸福，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不是装出来的。这个小伙子看起来靠谱，林妈妈终于对丈夫说，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但为人踏实。阿杰似乎也感受到了林家人态度的变化，他更加用心地经营这段感情。每次见面都会精心准备，有时是林诗雨最爱吃的樱桃蛋糕，有时是他值夜班时准备的保温汤。你怎么又这么麻烦？林诗雨嗔怪道。对你好是我的快乐，阿杰笑着回应。就这样，在彼此的真诚和付出中，林诗雨和阿杰的感情日益稳固。原本看似不太可能的两个人，正在慢慢走进对方的生活。丽姐看在眼里，感慨万千。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爱情吧，不需要轰轰烈烈，只需要点点滴滴的珍惜和呵护。随着感情的深入，阿杰开始正式向林诗雨的父母提出结婚的想法。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勇气的决定，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个医学世家。伯父、伯母，我想和诗雨结婚。阿杰站在林家的客厅，声音虽然紧张，但目光坚定。林教授和夫人对视一眼，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林教授开口了，你准备好了吗？这个准备好不仅仅是指感情，更是指生活的方方面面。阿杰深吸一口气，开始详细的阐述自己的计划。他已经在台湾的公司获得了一个小主管的职位，月薪比之前高了30%。同时，他还在规划进修计划，希望能提。那个还在还贷的小公寓，他也在努力加快还款进度。我知道自己配不上诗雨，阿杰诚恳地说，但我愿意用一生的时间证明自己的价值。林诗雨站在一旁，眼眶微微湿润。他知道阿杰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自内心。林教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你打算在台湾还是武汉生活？希望能和诗雨商量。阿杰如实回答，他的事业和家人都在武汉，我尊重他的选择。这个回答让林教授眼中闪过一丝赞赏。年轻人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真正在乎另一半的感受。
接下来的讨论持续了很久，阿杰拿出了详细的财务规划，甚至准备了一份创业的初步方案。他想在武汉发展，为此已经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我可以先适应武汉的生活，阿杰说，希望能给诗雨创造一个安心的家。林诗雨的母亲悄悄抹了抹眼角，这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执着和温柔。最终，林家同意了这场婚事，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阿杰需要先在武汉站稳脚跟，证明自己有能力给林诗雨一个幸福的生活。没问题，阿杰毫不犹豫地答应，我会用行动证明一切。婚礼当天，武汉的冬日阳光格外明亮，林诗雨身穿一袭白色婚纱，阿杰穿着得体的西装站在婚礼现场，两人的眼神里满是幸福和珍惜。林教授，这位曾经最反对这段婚姻的父亲，此刻站在女儿身边，眼眶微微湿润。诗雨，爸爸终于明白了，他轻声说，幸福不是用金钱和地位衡量的。婚礼现场，来自阿杰的母亲虽然家境简单，但她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和感动。能看到儿子迎娶如此优秀的妻子，是他多年来默默付出的最大回报。阿杰从小就很懂事，阿杰的母亲在致辞时说，他总是想方设法减轻我的负担。这番话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共鸣。林诗雨和阿杰的婚姻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他们有彼此，有对家庭的珍视，有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婚后，阿杰果然如他承诺的那样，迅速在武汉站稳了脚跟。他利用自己的销售经验，成功创立了一家中小型科技公司，专注于医疗器械领域的销售和技术服务。林诗雨也一直是他最坚强的后盾。2年后，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小家伙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聪明伶俐。林教授和阿杰的母亲成了最疼爱这个小外孙的人。曾经看似不可能的2个人，用真诚和努力跨越了阶层和偏见，铸就了一段令人羡慕的爱情。他们用行动证明，真正的爱情不在于身份和背景，而在于彼此的尊重、理解和无条件的付出。丽姐感慨万千。多少年的婚介生涯，她见证了无数的爱情故事，但像林诗雨和阿杰这样纯粹动人的，实在是凤毛麟角。有时候丽姐感悟到，爱情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轰轰烈烈，只要彼此珍惜，脚踏实地，幸福自然会来。